各位好，欢迎来到美股坐标系。1月15日的美股市场最亮眼的明星当属台积电。台积电2025年第四季度营收337亿美元，同比暴涨25.5%，全年营收增长接近36%。更关键的是，他们刚刚宣布2026年将投入520到56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相当于许多国家一年的 GDP。过去几个月，市场对 AI 泡沫的讨论从未停止。从去年 DeepSeek 开源模型引发的科技股暴跌，到最近对 AI 投资回报率的质疑，唱衰 AI 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但台积电1月15日发布的2025年第四季度财报，配合当天美股市场的反应，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今天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台积电的财报数据是否足以驳斥市场对 AI 泡沫的担忧。第一部分，财报数字的产业含义。我们直接看台积电 Q4 2025的关键数字，337亿美元季度营收，同比增长25.5%，环比增长5.7%。台积电已经是全球市值超过9000亿美元的巨无霸企业，体量如此庞大的公司还能保持25%以上的同比增长，在成熟产业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例。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盈利能力。Q4 净利润505.7亿台币，约合160亿美元，同比增长35%。注意，这是净利润增速超过营收增速，说明台积电不仅卖得多，还卖得越来越贵，毛利率达到62.3%。半导体代工是典型的重资产行业，毛利率能维持在60%以上，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技术绝对领先，要么下游需求极度旺盛。台积电两者兼具。再看结构性数据。高性能计算业务，也就是 AI 芯片相关业务占总营收的54%，智能手机业务占33%。回到2020年，高性能计算占比大约35%，智能手机占比超过50%。短短5年时间，台积电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我们要特别关注资本支出的数字。台积电2025年资本支出约410亿美元。2026年计划投入520到560亿美元，增幅超过27%。半导体产业的资本支出周期长达3到5年，从决策到产能释放需要至少18个月。台积电在2026年大幅增加资本支出，说明他们看到的2027到2028年的订单需求远超现在的产能规模。企业不会在泡沫产业里疯狂扩产。如果 AI 真的是泡沫，台积电的理性选择应该是收缩投资，等待泡沫破裂后再进场收购便宜资产。但现实恰恰相反，他们正在以半导体历史上最激进的速度扩张产能。第二部分，技术迭代的底层逻辑。从技术维度看台积电的财报，会发现更有说服力的细节。3纳米制程在2025年第四季度贡献了28%的晶圆营收，5纳米占35%，7纳米占14%。这三个先进制程合计占比77%，比2024年的69%提高了8个百分点。台积电的收入结构正在加速向最先进制程集中。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技术细节，先进制程的良率爬坡速度正在加快。从7纳米到5纳米，台积电用了将近2年时间把良率提升到90%以上，但从5纳米到3纳米，这个时间缩短到了1年半。良率爬坡加速，直接说明下游客户对先进制程的需求强度超出预期，足以支撑台积电快速优化工艺。2纳米制程已经在2025年第四季度开始量产，台积电计划在2026年进一步提升2纳米产能。按照他们的技术路线图， 1.4 纳米制程 A16 将在2026年下半年推出。每一代制程的迭代周期都在缩短，背后的推动力是客户需求的持续拉动。我们看客户结构，英伟达的下一代 GPU 架构 Rubin， 苹果的 M4 和 M5 系列芯片， AMD 的 Zen 系列处理器，这些产品的量产时间表都已经确定，全部需要台积电的先进制程支持。半导体产业的产能预定至少提前12到18个月，这说明台积电2026年下半年和2027年上半年的营收增长在2025年底就已经锁定。关于 DeepSeek 引发的争议，市场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训练效率提升会降低 AI 芯片需求，但这个逻辑存在根本性的误判。当训练一个大模型的成本从1亿美元降到1000万美元，不会导致需求减少，反而会导致更多公司、更多团队、更多应用场景开始训练自己的模型。
边际成本下降带来的是需求的指数级扩张，而不是线性收缩。而且 AI 芯片需求不只来自训练端，推理端的算力消耗正在快速超过训练端。每一次用户使用 ChatGPT、Copilot、Gemini 背后都是真金白银的算力成本。当 AI 应用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商业化，推理端的芯片需求会呈现爆发式增长。第三部分，市场反应的深层含义。1月15日，美股市场的表现为台积电财报提供了最直接的解读。纳斯达克指数收涨 0.25%， 标普500涨 0.26%， 道指涨 0.60%。表面看，这个涨幅不算惊人，但如果我们深入看个股表现，会发现台积电当天大涨 4.44%， 英伟达涨 2.13%。台积电的财报是在1月15日台湾时间下午2点发布的，相当于美东时间凌晨1点。但美股在15日开盘后，台积电和英伟达就开始上涨，说明机构投资者通过产业链调研早已掌握了台积电业绩超预期的信息。市场在用真金白银投票，而不是等财报正式发布后再做反应。更值得关注的是资金流向的结构性变化。从2025年初 DeepSeek 事件引发科技股暴跌到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清晰的趋势：短期投机资金在撤退，长期配置资金在进场。过去1个月，追踪科技股的主要 ETF 出现净流入，而且这些流入资金主要集中在大盘科技股，而非中小市值的概念股。市场正在完成一次理性的分化，那些只有故事没有业绩的 AI 概念股被抛售，而真正有技术壁垒、有业绩支撑的核心资产正在被重新定价。台积电正是这种核心资产的典型代表，股价 4.44% 的单日涨幅对应的是市值增加约400亿美元，相当于投资者用400亿美元为台积电的未来投票。我们还要关注估值的维度，台积电目前的滚动市盈率大约在27倍左右，这个估值水平在半导体行业属于合理偏高。但如果我们用 PEG 指标市盈率除以盈利增长率来衡量，台积电2026年预期增长 30%， PEG 只有 0.9 左右。PEG 低于1通常被认为估值偏低，市场给台积电的定价并没有完全反映其盈利增长的潜力。到这里，可能有观众认为我在单方面唱多，但任何严肃的分析都必须指出真实存在的风险。第一个风险是地缘政治，台积电 90% 以上的先进制程产能集中在台湾，任何地缘政治冲突都可能对生产造成冲击。尽管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日本熊本、德国德累斯顿都在建厂，但短期内这些产能无法替代台湾本土的规模。台积电 CEO 在财报会议上透露，他们最近在亚利桑那州购买了额外土地，准备建设更多晶圆厂，但从破土动工到量产至少需要3到4年时间。不过，地缘政治风险也有另一面，正是因为这个风险的存在，台积电才具有战略价值。美国、欧洲、日本都在想方设法吸引台积电建厂，本质上是在为这个风险买保险。而台积电的议价能力也因为这个风险而得到提升。美国政府给亚利桑那州工厂提供了66亿美元补贴，欧盟给德国工厂提供了50亿欧元支持，这些都是地缘政治风险的溢价。第二个风险是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现在 AI 芯片主要基于 GPU 架构，未来是否会出现颠覆性的新架构，导致现有产能过剩？从技术发展规律看，这个可能性存在，但概率不高。即便出现新架构，从研发到量产至少需要3到5年时间。在这个窗口期内，现有产能足以收回投资并产生丰厚回报。第三个风险是需求周期。半导体产业历来具有周期性，3到4年一个完整周期。AI 芯片是否也会进入周期性波动？从产业发展阶段看， AI 应用的渗透率还很低，我们还处在产业爆发的早期阶段。参考智能手机在2010年代的渗透过程，中间虽有波动，但整体趋势向上，持续时间长达10年。AI 产业很可能遵循类似的轨迹。第四个风险是客户集中度。台积电前5大客户贡献了超过 60% 的营收，其中苹果和英伟达占比最大。如果这些客户的需求出现重大变化，会直接影响台积电的业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客户本身都是各自领域的头部企业，他们的需求相对稳定，而且台积电正在积极拓展客户基础。AMD、高通、联发科的订单占比都在上升。第5个风险是台积电 CEO 在财报会议上特别提到的关税政策。
2026年全球贸易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如果主要经济体之间爆发贸易战，半导体供应链会受到冲击。但台积电的全球布局策略，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对冲这个风险。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 ，AI 到底有没有泡沫？我认为，当前市场对 AI 泡沫的担忧犯了一个认知错误，把短期的估值波动等同于长期的产业趋势。泡沫的定义是资产价格严重偏离其内在价值，而且这种偏离无法被基本面支撑。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很多公司没有盈利模式，甚至没有实际产品，但估值高达数十亿美元，那确实是泡沫。但现在的 AI 产业链情况完全不同。英伟达2025财年营收超过800亿美元，净利润超过400亿美元，这是实实在在的业绩。微软埃卓尔云服务中 AI 相关收入占比超过10%，而且还在快速增长。台积电2025年营收接近1400亿美元，净利润超过600亿美元，这些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真实的商业回报。台积电的财报进一步验证了 AI 产业链的真实性。AI 芯片的需求不是炒作，而是来自实际应用的刚需。从数据中心到边缘计算，从自动驾驶到消费电子， AI 芯片的应用场景正在快速扩展。有人说 AI 还没有出现杀手级应用，所以泡沫迟早会破裂，但这个判断忽略了产业发展的规律。杀手级应用往往是在基础设施完善之后才会出现的。1990年代互联网刚普及的时候，谁能想到后来会有社交媒体、电商、视频流媒体， AI 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看到的应用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而且衡量一个产业是否健康，不能只看是否有杀手级应用，还要看产业链是否在良性运转。从台积电的财报来看，整个 AI 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都在盈利，都在扩大投资，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在增长。上游的设备供应商 ASML 订单饱满，中游的台积电产能供不应求，下游的英伟达、AMD、苹果利润丰厚，这就是一个健康产业的标志。第六部分，投资逻辑的重构。从投资的角度，台积电财报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启示？第一个原则是抓住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台积电就是 AI 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因为无论 AI 技术如何演进，都需要先进制程的芯片支持。这种核心环节往往具有最强的议价能力和最宽的护城河。台积电的护城河有3层：技术领先、规模优势、客户粘性。技术上，他们在先进制程领域领先竞争对手至少2年；规模上，他们占据全球晶圆代工市场60%以上份额；客户粘性上，一旦客户在台积电的制程上完成设计定型，迁移成本极高。第二个原则是关注业绩兑现，而不是概念炒作。AI 概念股很多，但真正能把概念转化为业绩的只有少数几家。台积电、英伟达、微软、苹果这些公司都是已经证明了自己商业模式的企业，值得长期持有。台积电2026年预期营收增长30%，如果能兑现，全年营收将接近1800亿美元，净利润可能超过800亿美元。第三个原则是注意估值和时机，即便是优质资产，如果买入价格过高，也可能面临短期亏损。台积电当前的估值虽然合理，但如果市场出现恐慌性抛售，可能提供更好的买入机会。从历史经验看，台积电的股价在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发生时，往往出现超跌，但随后都会快速反弹。这种恐慌性下跌，往往是最好的配置时机。第四个原则是理解产业周期。半导体产业有明显的周期性，但 AI 芯片可能会改变传统周期的节奏。传统半导体周期是由消费电子需求驱动的，3到4年一个完整周期，但 AI 芯片的需求更多来自企业级客户，这些客户的采购决策更加理性，波动性相对较小，而且 AI 应用还在渗透早期，未来5到10年可能会持续保持高增长。第五个原则是分散风险，不要把所有资金都压注在单一公司或单一产业，即便 AI 产业前景光明，也可能出现个别公司的经营风险。分散投资可以在享受产业红利的同时，规避个股风险。除了台积电，还可以关注产业链的其他环节，比如设备供应商 ASML、材料供应商、封装测试厂商。台积电2025年第4季度财报告诉我们， AI 产业链的需求是真实的、持续的，还在加速的。市场对 AI 泡沫的担忧更多是源于短期估值波动和情绪化反应，
而不是基于对产业基本面的理性分析。台积电2026年520技术路线、盈利能力来看，这些风险在可控范围内，而且台积电正在通过全球布局，技术最大的时候。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巴菲特大举买入可口可乐和宝洁，被市场嘲笑为老古董。但事后证明，那些在泡沫破裂后依然坚守价值投资的人才是最大的赢家。当所有人都在讨论 AI 泡沫的时候，当引发恐慌性抛售的时候，恰恰可能是最好的配置时机。台积电的财报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信号， AI 产业不是泡沫，而是正在改变世界的技术革命。至于如何操作，取决于你的风险偏好和投资周期。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忽视台积电财报传递的信息，继续沉浸在 AI 泡沫论的幻想中，可能会错过这一轮科技革命最重要的投资机会。自开年以来的行情，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芯片存储行业、传统金融行业不断创出新高。有人可能发现，反而所谓的美股7巨头倒没多少动静。你们可以等等看着，英伟达上半年必破200，因为他们都在等一个信号。现在看，这个信号似乎已经来了。美股市场从不缺价值投资的机会，缺的是独到的眼光和对市场精准的判断。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